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好，现在认识一下今天的5位疗愈团的老师。大家好，我是于波红。爱情的领地从来都是寸土不让。大家好，我是律师任占明。爱情呢与法律携手，共筑浪漫人生。大家好，我是严敏红。爱情不仅仅是甜蜜浪漫，更是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大家好，我是李阳。所谓老树开花，其实就是幸福常青的模样。大家好，我是曲伟。愿有爱者更爱，无爱者释然。好，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请开门。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韩23岁，来自河北，调酒师；小周25岁，来自河北，个体。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们来节目的目的是什么？我当初追的他挺有挑战的，我觉着我能拿得住他，但是他现在长能耐了，我让他往东，他都非得往西。他看我不顺眼的地儿太多了，但我知道他刀子嘴豆腐心，他这回来该怎么发泄怎么发泄，回去还能跟我好好过日子就行。在你眼中，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花花肠子忒多，我怕他常在河边走，早晚有一天得把我气死。还有他忒不拿我当回事儿，他的师傅和家人都比我重要。他什么事都爱上纲上线，脾气特别暴，每次训我训得跟儿子一样。我俩每次吵架对我说的话都特别难听。这谈了多长时间了呀？谈了1年半。1年半就变成这么不好的状况了？谁先讲讲呀？我讲。都是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我都看上他了，长得挺帅，完了还彬彬有礼的。我们一开始我追的他，然后那个他也同意了。后来我这人吧，都是占有欲特别强，我喜欢啥东西吧，我都点着赶紧到手，省得让别人掐去。我点着跟他结婚，没车没房都行，我都点着跟他直接闪婚裸婚啥的。刚确认关系1、2个星期，咵一下子就结婚，你不感觉太快吗？我这也是为了咱俩好，是不是？那我是我觉着这人是我的，我都赶紧给他攥住了，我怕他跑了，让别人掐去。赶紧弄到手，结婚才算到手。对的。然后吧，他就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那个他别人看我忒激动。我也是为了让你冷静冷静嘛，是吧？咱多了解了解。那个他跟我谈卖了，他说他有一个微信工作小号，一个生活号，一个是工作号，而且那工作号人没我。他不是这个身份那个职业挺特殊吗？他这工作号里吧，啥职业？调酒师。那有什么特殊的呀？他这不是女客户多吗？什么叫女客户多？我里面也有男客户，但是他那里边女客户特别多。我后来一发现，他那个在那里边的人设是单身，我感觉他这个挺危险的。而且他女客户还有勾搭他的，你干啥呢？吃饭呗。咋似的？那肯定对他有意思呗，长得挺帅的。这事还是你主动交代的是吧？对，那挺好的，说明你坦荡。对呀，我认为主动交代一下，多了解了解嘛。那里吧，他总发一些自己的耍帅的视频呢，健身的照片啊。我寻思你这不钓鱼呢吗？他非得说这是发展客户呢。那我不也是为了多挣点工资吗？你承不承认你在你的微信小号里边和客户的沟通方式，你有点暧昧？但是我认为我就有没有正常说话嘛？正常，你觉得不暧昧是吧？就正常，我与客户之间的说话嘛。你能给我们举个例子？你觉得他怎么不正常了？怎么就暧昧了？有一个女的，岁数比他大，我问他干啥呢？出去吃饭去呗。我都感觉不对劲儿。你是喝酒来了？你还是上这儿聊天来了你？那吃饭去了没呀？没去啊，那你就还是没看着啥呗。但是我都觉着他如果不公开我的话，他不在这公众号公开我的话，总会有一些这个人去骚扰他。还不是最后我跟他吵架，我也妥协了吗？我这不也朋友圈也上面他是后来换朋友圈背景图帮我俩合影了。那行，那但是我还是不太满意，因为那合影根本都看不出来是我，他这不哄了我呢吗？他只要证明他不是单身不就行了吗？他是说拿这个当这个挡箭牌，但是咱看结果嘛，他赚钱给你了吗？我俩吧是有一个结婚基金的，他不是女客户挺多嘛，然后我怕他出轨啥的，然后我俩之前有一个君子协议，每个月一人往里边存2000块钱，谁要出轨了都进行出户，这钱都归对方所有。情侣之间啊，如果设立了所谓这样一个共同的账户啊，然后他们私自规定，比如说有了这个情感的背叛呀，
啊等等诸多原因，这个法律上是保护的吗？因为我知道夫妻的这个共同钱款，它会在另一方出错的时候有倾向哈。夫妻和情侣还不一样，对，夫妻之中呢是有一方有过错了，对，所以呢可以向另一方主张这个损害赔偿责任。但情侣之间不一样，你情侣之间呢，你不能以限制另外一方的人身自由。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就是说列一些具体的过错，比如有家暴啊，比如说私自的和人去约会了，这种的你可以说。后来这2000还交吗？交啊，那还行。你老担心他这个女客户呀什么的，这有实际上让你觉得生气的事儿发生吗？还有一次就是我这个工作比较自由嘛，然后我就待着没事儿，我都上他班上找他待着去。有一回我发现他跟我撒谎了，他说他上班去了，但是他其实是上别人家给人调酒去了，女的家。那我也是为了前几天因为这个事儿嘛，我也吵架。我寻思认个错买个礼物什么的，我手头上我寻思，哎，正好人家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等几天我要开个 party，10来多个人，你要不过来给我驻场一下吧，给你个1500、2000的。他逮着这个就不放了，我上人家去调酒的，又不去喝酒去。你跟你女朋友说了吗？提前？没有。为啥不说？这不寻思给他一个惊喜吗？谁知道闹这事，结果给自己一个惊吓。对。那后来呢？这事儿怎么处理的呀？后来我就气疯了，我寻思都是你，这不是给我惊喜呀，你这给我惊吓呀。万一那天后半夜你俩发生点啥，我也知不道啊。完了那个我都找他们老板去了，我对象在你们这儿上班，他出去干啥的，有点啥事儿，你担得起这责任呗？你考虑过我了吗？老板还欠着我钱，欠着我工资，那夸老板因为这个事儿给我开了，我钱还要不回来。我就心里挺不落忍，我说要不然你上我这上班来吧。这什么工作呀？你让男朋友去你的地方？我们是跟我那个挺好一姐们儿开了一个二手车，我寻思让她上我那上班去，然后咱俩平时修车呀啥的，送车，咱俩这不是过户啥的，也给你开支。然后你要是那个想调酒的话，你给我俩挑着喝也行，或者来朋友啥的，是吧？但你觉得我从你手底下干活，外人怎么看我？去没去啊？他没去，也不乐意。那现在做什么工作了？还是本行。刚才这个小片里说还有一女师傅，他那个女师傅好像他妈，不像他师傅了。都是这女师傅吧，总带我对象出去参加那个单身派对，出去喝酒去，还不带着我。就是让我拓展客户加人微信，让他多上我这儿来光顾我生意，就这个意思。你女朋友认识你的这个女师傅吗？认识。他那时候我师傅说个建议吧，他拿我手机给我师傅打电话去了，给我师傅骂一顿。我没骂人家啊，我给他师傅主动打电话，没经过他允许，他认为很不礼貌。但是我觉得是他师傅先对我不礼貌的。怎么讲？因为他明知道我俩搞对象，他还总带我对象参加单身派对呀。你要是真想给我对象接受买卖、接受那个生意的话，你可以，哎，我这个小兄弟调酒调的挺不错，你可以上他那唱上去，这样也行啊。为啥非得上那加微信去，非得喝酒去？那你跟他女师傅打个电话，这事儿怎么后来处理的呀？他师傅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姑娘啊，男孩岁数小，让他多玩玩，等他岁数那大了，他都不爱玩了。我寻思有病吧？啊，你咋不让你老爷们出去上玩去？你让我对象上玩去是吧？给我戴一脑瓜绿帽子，你咋不给你自个儿戴点绿帽子呀？哎呀，有这么说话的吗？然后那个他特别听他师傅的话，我其实我对他也挺不满意。他把我跟他师傅放在都是平等的一个地位上。哎，我师傅也是家人，你我女朋友，我未来的家人，你俩放一个地位，我感觉没什么错啊。我感觉不对。抛出去师傅呀客户的，说说你俩呗，你俩这1年多相处2人世界的时候怎么样？也挺好，因为他挺会来事儿，挺会说话的。但是有一次我俩过1周年纪念日，没送我礼物，而且还有之前发生的种种的事儿，我就感觉他根本都不在乎我，都是给我画饼的。我没给你画饼，日历上我也定好日子，闹钟也定好日子了，但闹钟一过，我这还忙着呢，然后闹钟一过还不响了，我就给忘了这事儿了。我这第2天也赔礼道歉了。第2天我跟老板请假，是不是？我跟你到一个酒店西餐厅去，5星级的，花钱挺多。那什么，这不是钱的事儿，你知道吗？这我就想补偿你，你知道吗？我这就想补偿你。这可是咱俩第1个纪念日啊，你都能忘买礼物了。他就是忘了，忘穿衣裳啊。他就是忘了，这事儿能过得去吗？能过去，我特别心软，但是我心里也会有一个小疙瘩。然后就是不止这一次，而且还有我过生日的时候，他出门没拿我生日礼物。那时候我睡晚了，那时候这夜晚生活嘛，就下班下来晚一点嘛。定的是10点多，然后我9点多醒了，我赶紧洗把脸，
然后东西啊，像那个花呀，像那个我给他定制那水晶项链4000多块钱，然后花呀、蛋糕在店里呢。我一着急，我9点半出了门，我俩定的是10点到那儿去看场电影去。到那儿之后，我一想，哎，忘了，完了，我跟他说吧，我说咱拿跑腿送过来成吗？我给一下忘了，他不成了，闹。我当时我都要走，都不出来，分手。上回1周年你都忘了，这回还敢忘了是吧？分了吗？分了，然后他又求我，哭着嚎着的，完了我又心软了。咋求的你呀？都是抱着我哭，说错了咋地的。但是我对他也有感情啊，毕竟我俩处这么长时间，养小猫小狗还有感情呢。然后他一抱着我哭，我都挺心软了。那男生呢？你对你女朋友有什么不满吗？他跟他前男友还联系呢。啥意思啊？就是他前男友找他借钱去，然后把我叫去了，我跟他前男友撕巴一顿。我前对象突然上店里找我借钱来，因为我俩之前搞对象都是我总给他花钱，月月给他个3、4千啥的。这回他又跟我借钱来了，然后我都跟他吵吵起来了，我都给他打电话嘛，我跟我对象打电话，我这意思不是让他来帮我打架来了，我是让他看看我有对象了，你别咱们这儿这么不分轻重的，你都找我借钱。咱俩不合适。那我看着他跟你来了，我肯定觉得他对你不毛啊。他的意思是你成天这么管着我，完了你自己还跟前男友勾勾搭搭的。哎，你觉得你女朋友是那种还和前任勾勾搭搭的人品吗？你实话实说，你还是好不容易找到机会也挤兑挤兑他。是肯定是大部分不相信，但是事儿发生在这儿了。你有没有想法说，哎，你看你老说我和这个女的和那个女的，我好容易逮个机会，我也说说你。是不是有这个目的嘛？也许我认为他都是这个目的。双方父母家人见过吗？没有。你不是着急嫁他呢吗？都不见。因为我们两个父母都不是在身边儿。他有一次吧，他爷重病是脑血栓，他说让我跟他回去。然后我想还没见过父母呢，而且爷生重病都是跟手艺人差不多，都挺不合适。我说我不去了，我说我给你拿1万块钱，你找个护工帮你一起照顾你爷，给你爷买点礼品，买点吃的啥的。然后他都不干了，都说我没人味儿，然后我俩都打起来了。我也挺生气，本来他之前办那么多错事儿，我都是耿耿于怀呢。我挺生气的，然后他还敢跟我打架，他就跟我吵，我俩都咣这吵起来了，他咣家都给我桑碟了，桑碟叭家我给他个大嘴巴子，转门就走了。过来得有1个月吧，他从老家回来了，都是把他爷的事儿忙活完了，他都跟我说他不对，他不应该动手推我。后来我也挺心软嘛，我寻思也是我不对，也是认错了嘛，是不是？我认错了呀。那今天来你们的诉求是啥呀？他想跟我好，但是我觉得他对我不是真心实意的，所以呢，我不想跟他好了。然后我还想就是听听各位导师，看我俩还适不适合在一起，因为我对他还是有感情。但是我不知道还合适不合适继续走下去。男生你的诉求是什么呀？我肯定是希望跟他和好啊。他身上什么优点或者特点你觉得就是不能和他分开？平常我跟他出去，他本来老师们也能看出来，他是性子大大咧咧的。就是跟朋友出去都特别好看，你知道吗？你喜欢他的性格样子，特别喜欢他这种性格，你知道吗？而且长得还又好看漂亮，是吧？所以你就是喜欢他。对。那你喜欢他，你不能听听他的吗？比如说换一份他更欣赏的职业，或者是和你的客户们保持更合理的距离。我保持距离了，和女师傅也保持一些他能接受的距离。现在我师傅叫我出去吃饭去啊，我都基本不去了。但是他还是去，招3回去1回。我说平时过年过节的，咱俩一块儿给你师傅挑个礼物，该咋着。但是别总在一块儿腻歪了，别总在一块儿掺和那个没用的饭局了。也行。不太情愿。还有什么要求吗，姑娘？还有就是他这个小号想让他注销。那人家工作号你注销了呀？那我肯定是注销不了。工作本来就是生活里的一部分呢，他非要把这2个分开。行，还有什么要求？有点边界感，别忒没边界感了，人一招呼都走。这结婚这事儿你还着急不？结婚这事儿不是，现在我都是继续，我都琢磨了，我俩还处不处，我都琢磨了。幸亏当时人家在2个星期时候及时拽出来小号，让你知难而退，要不然你嫁着现在你就来闹离婚了。我是忒冲动，恋爱脑有点。哎，你们俩小情侣，他俩这该怎么办呀？是继续啊，还是咋的呀？我就感觉这个男生可以给这个小姐姐一些安全感吧，就像他那个小号，他可以置顶他俩的合照呀之类的。
哎，你能把你的小号那个置顶你俩的照片吗？他不能，他以前都说了不同意。行吧，那男生呢？你觉得呢？挺同情这个男生的。女生的话，你还挺同情他？对，就是感觉这有啥？你俩工作和生活嘛，一路人。你得等今天再说，咋的？感觉女孩太有管束感了，挺压抑的管的。你女朋友管你管得多吗？是的，太多了。她共情了。他俩在这听的都入戏了。哎，真是。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同感啊。女生对男生对你感情是不是专情？你没有信心。而且你也发现了蛛丝马迹，只不过没有事实依据而已。男生刚才在小片当中说，他训得像儿子，他是不是经常在你这里发脾气？这是事实。但是爱发脾气的女性，她有一个特点，她不记仇，而且没有心机。但问题是，你这么发脾气，这么想控制她，控制住了没有？根本没有。人能够控制人吗？你哪怕把他的人控制了，你也控制不了他的心呢。你虽然现在也算个女老板，你可以自己出钱让他到你公司来，他会来吗？到了你这里，他没有尊严，没有面子，他是个男人。所以你们两个人都不明白对方心中的那个小宇宙，怎么办呢？如果相互还是爱的，因为爱我们就选择信任，因为爱我们就多一些自尊自律，这个是需要爱去磨合的问题。先给你们俩共同说一句话啊，你们俩要想继续，双方都不能动手，尤其是男的，你哪能先推他呀？没有，他就是那什么那个。推了没有？推我了。对啊，你不推他，他能打你吗？这第一点。第二点是这样的，说给女士的，你这个控制欲太强了。但是我们深入考虑一下，你为什么会有控制欲？这么强的控制欲，是因为你缺乏自信，缺乏安全感。他办的事儿也让人推免。这个安全感是什么？这个安全感一方面是你自身的，另一方面是他给你的，就是不安全感。但是呢，你越控制，他越疏离你，他想挣脱呀。然后呢，一挣脱，你越没有安全感，对吧？你这样就会没有安全感，你又回来又控制，你这样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第三点很重要，也是说给你听的，千万不要让他去你单位工作，他去做他的调酒师，做得挺好的。你让他到你身边工作，表面是工作，实际上还是想把他天天的捆绑在你身边，捆不住。这么大帅哥你捆得住？你捆不住。男士呢是这样的，我建议你那个工作小号啊，还是放一下你们俩的合照，这个不冲突。你不管是参加派对还是去哪里，主动的给女士说一下，告知一下，告他一声，对吧？这点能做到吧？能啊，你别到时候好家伙先斩后奏。哪儿呢？那回不行，给他一个惊喜，那不单身派对吗？惊吓了，咱也回头又说你忘了，怎么又到5星级大酒店去弥补，那就晚了。我的建议是，你们俩是再接触，双方再给一个了解期，再给一个观察期，再进一步的了解一下，好吧？这样的话是可能你们将来的婚姻会更稳固。谢谢任律啊！如果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想更多的了解任占敏律师呢，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去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就可以找到他。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和任律进行咨询。我觉得女生挺聪明的，其实你的直觉都是对的。一，她没有那么喜欢你；二，她就是用她的单身人设和她的暧昧去获取更多的利益的。所以既然你都看出来这个事情的真相了，我觉得你现在需要的是勇气。断舍离的勇气，冲动的时候你都要嫁他了，你还要感谢他没娶你之恩，娶了你，你这今天说不定孩子都你一激动都生出来了，这不更是一场闹剧了吗？你也不要埋怨他，他也尽力了，他就是现在这么一个状况，23岁，心也未定，情也未稳。男生我觉得你就干脆别单身人设了，你就单身不要搞人设，你就是个单身挺好的。你知道他为啥选你们姑娘？因为他确实他那个号里边那么多女客户，他深知这些女客户都不是过日子的人，不是能谈爱，不是能谈情的人。你觉得他们身上都没有你要的那种赤诚或者是那种真情，
都是一个逢场作戏的感觉。在这个女生身上，你感受到了那种真诚、真实和真情意，是吧？但这不是爱情，你也别勉强自己，你也别拖累她，你就恢复单身。你现在也不是一个谈恋爱的好时候。什么时候你真的认为我谈恋爱了，这是我的财富，我可以炫耀的资本，你就去谈恋爱，这样对你对对方都负责啊！你现在别贪恋那点儿这个女生给你的稳定感啊，这个真诚感了啊，你耽误人家，好不好？所以我的建议是，你们分开，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好好生活，踏踏实实做人，不要靠贩卖这些暧昧什么的去想获取更多的利润。你像你女朋友一样，踏踏实实做生意，男客户女客户就是客户，你就成了，你爱情也成了，你事业也成了。否则你现在处处受人牵制，女师傅都在牵制你，包括你那女师傅，我个人认为你离远点吧。啊，如果她真的是个好大姐、好师傅，她会希望自己的小弟、自己的徒弟有一个这么好的女朋友在身边陪着她啊，成家立业也好，稳定生活也好，她会祝福你的，而不是说，哎呀，你还小，你多玩一玩吧，别在一棵树上吊死，这也不是啥好师傅哈，远离一些吧，好吧？希望你们都快乐。你俩一上场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两个人现在谈这个爱这个事儿，就谈爱这个字吧，咱们身上真的有点够不到。我觉得男孩对女孩其实是喜欢的，女孩对男孩，我说实话，我觉得你的占有大于你的喜欢。我喜欢这个人，我都得占有。对，我觉得你表达出来的我要占有他，让他变成我唯一的，他要切断他所有和异性的联系，他的世界里只有我，24小时围着我转，这是你主要表达的。但是他不听话，主要他办这点事儿吧。他不是办那点事儿，我跟你讲啊，他还真是因为他在他的这个行业当中，他吸引你的那一点，也是他吸引别人的那一点。你很清楚，因为当年的你是消费的那个人。你是那个曾经站在他面前请他给你调酒的那个人，所以你太了解大多数站在那儿的人大概是个什么想法了。他也了解，你知道吗？所以对他来讲，他的相貌就是他的招牌价值之一。但是这个事情，我觉得小伙子，你把大家作为消费者想的都太不正经了。你陷入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悖论里。你认为大家如果一旦知道你不单身了，就都不来消费了，你就会损失业绩了。那是因为什么？那一定是因为这些人不想在道德上背负压力。那大家不想在道德上背负压力，那知道了你是在骗大家的你的这个单身人设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你在给每一个客户下套，反倒拥有了自己的消费上的道德污点了呢？所以你努力设的那个人设本身，你不觉得你在给你的客户挖坑吗？你只是不太习惯在爱的忠诚和自由当中去做平衡而已。你不太希望他把你当成金丝雀控制在那儿，你也想要自由。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自由都是建立在首先道德没污点，你所有交往的人群是一群可以引领你朝前走向上走的人，你自己首先应该活成正派阳光有道德感的人，三观得正吧。那他在这一刻做的任何的质疑都没有问题呀。你能给别人挖坑，你不会给他挖坑吗？所以三观一致才是一段好的感情能不能朝前走的基础。今天你们俩所有的探讨，不是他做事有没有分寸，有没有边界，而是你们在忠诚、自由，关于一段好的感情该是什么样上，从来没有达成过一致。对，如果下去能好好谈一谈，达成一致还有希望，达不成一致，所有的日子对你们来说都是内耗。怎么能让对方有边界感呢？你占据他的时间，你控制他的自由，所有的纪念日啊，还有你们生日啊，都要有仪式感，就能把他给框住了吗？他不能去单身派对，但他能去派对吗？派对我俩可以一起去。他能自己去吗？不行。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边界。对，因为他很可能会被其他的异性所吸引。那这样的人为什么我们要跟他在一起？你爱他吗？你不爱，你爱的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对方。因为如果你占有了他，他就不自由了，他就不舒服，他就不是他了。你考虑过吗？你把他安排在自己的公司里，他会开心吗？所以说你要明确，真正的爱它不是你控制，而是他自发的愿意跟你在一起。他的边界也是自己给自己定的，不是别人定的。
我们只能规范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但情感上我们无法去给对方设一个边边框框。所以说，你不要和自己的想象在谈恋爱。男生啊，我觉得这段感情给你最大的一个教训或者是成长是什么？如果你自己对自己没有要求、没有原则的话，不仅情感会失去，你的工作也会失去。其实如果你的心做到位了，自己有一个原则了，你根本就不需要把什么跟情侣的合照顶置，不需要，因为那公众号就是你的公众号，那你更不会去扮单身设人设，对不对？你自己是什么样子，就坦坦荡荡的成为那个样子。外在的帅气本来是劣势，它不是优势，因为它天然会给人一种感觉，说你不踏实，对吧？你太张扬。但是如何能克服你的劣势，就是你真正的做的那些事儿让人信服，他真帅，夸的你不是外在，而是你的内心。那至少我们遵循原则，我们对工作专注，对情感专一，就是我们的帅。希望你们两个人都从这段感情当中学到些什么。好，请两组嘉宾交换位置，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组情侣他们的问题。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王24岁，来自河北，自由职业；小纯24岁，来自河北，宠物医师。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恋爱中你俩遇到什么问题了？他就是抠门、爱算计的吝啬鬼。我虽然不物质，但是和他恋爱，我该有属于自己的配得感吧。他特爱计较，他总觉得爱他又得为他多花钱，但恋爱时说好了 AA 制的，他又变卦了。你希望对方做出什么改变？我俩恋爱半年，他是我的初恋，也是同学，我挺珍惜这段感情的。我就希望他能大方一点，让我觉得值得和他谈下去。我希望他能够尊重我的消费观，我也不是什么富二代，精打细算就是我的常态。我希望他能够适应。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哎呦呦，小小年纪张口闭口，俩人都钱，这咋谈恋爱谈得好好的，净谈钱了呢？咋回事啊？就老师，就当时的时候，就我们大学同学嘛，谈恋爱的时候初期，就我们说好了，就是严格执行 AA 制，我不占他便宜，他也不占我便宜。小王，你这一上来我都忍不住插嘴，你这谈恋爱还说，我特说得很清楚，必须 AA 制，就觉得就是挺不舒服的，对我俩很公平吧。就如果执行 AA 制的话，人类您说是不是避免了很多的法律纠纷？这就是你的核心误区，我待会再展开说。你先说，咱先把事儿讲讲吧啊。我们当时就是这种承诺嘛，然后后来呢，又变卦了，就又不支持了，还反对我。不是我变卦，我们俩出去玩，坐公交，他刷了2次卡，结果晚上回家以后，他给我发个微信，哎，宝宝，那个今天公交车费1块7毛5，记得 A 我一下。但是咱这是约定啊，当时就这么说的呀。我感觉他太计较了吧。那平常这吃饭呀、出去娱乐呀，你们俩都怎么算呀？出去吃饭的时候，一般都吃20-30块钱的麻辣烫，因为我觉得就符合我们当前的消费观。麻辣烫的话，有荤有素的话，多健康啊，而且又有性价比。那能偶尔改善一下，有这个时候吗？当然，我还请他吃过烤肉呢。不是，他没有请我吃烤肉，就这烤肉也是我俩 AA 的。你吃了吧？你肯定吃了呀。我是吃了，但是你知道当时我就是不想吃麻辣烫了，因为我们可能出去10次有9次都吃这个麻辣烫。然后我就想让他带我吃点别的嘛，然后他就说那我带你吃点烤肉。结果那天我俩去吃烤肉，我俩一共花了150，然后晚上我给 A 钱，我说想A 给他75不就行了吗？哎，他说你应该转我100块钱，就是说他用了一个50带100的代金券，但是这个代金券是只能他用，跟我没关系。你俩一共吃了150？不是，我俩一共吃了200，他拿代金券抵了50。对，老师，我这事我觉得我特别冤。就当时我求着他，让他多签一些到，开一些积分，然后刷一些视频，能兑换一些积分，然后积分能兑换优惠券。他不干呀，他懒呀。他现在就在指责我了，就觉得我用优惠券省了50块钱，觉得是我的问题。你还有道理吗？
那他时时处处都这么算得清楚，这么我并不是这么抠的人。有一次我就是我的一个发小，我的好朋友打球摔伤了，然后他住院，我又是这个礼物买着看他，然后又是各种的给他送礼物啊。人家觉得我很仗义啊，并不觉得我抠啊。反而是他一直斤斤计较。那你也经常什么送女朋友礼物啊？看他不高兴了，哄哄他，给他买个什么？几乎没有吧？不是，那是在生病好不好？不是，就是关于生病这件事，我之前也生病了一回，我感冒了，然后我就很难受，我给打电话，我想喝个粥啥的，结果他说什么粥啥的外卖啥的不干净，他就不给我点，然后他也没说要给我做，他把电话撂了以后，他就直接消失了。这个人，我当时就很崩溃，我就说怎么有这为啥消失啊？老师，说实话，当时他生病了，都10个人都不会支持他，就是给他点外卖吧，都希望他会就自己做饭，然后给做一些自己吃的、喜欢吃的。对，他当时还让我自己煮粥。不是，你要觉得外卖不够健康，你给他煮粥啊，他不是病了吗？哎呀，我这不是忙吗？不是忙，这是钱的问题，原则问题。因为你一煮的话，你要买食材吧？那这个怎么 AA 呢？他又在生病，主要是当时为什么没理他呢？就他当时在和我生气，和我闹别扭，我体谅他，觉得他生病的时候就应该让他冷静一下，等他病好了，我再向他道歉，我是这样想的。那你不能在他病的时候就补偿他，跟他道歉，哄哄他吗？他再和我生气啊，他不听我的话呀。怕他病上气上加气不好。是呀，你用什么补偿呢？给他买些好吃的。好吃的也要 AA 吧？没有好吃的。那当然不买，因为不好意思开口 AA 呀。哎，老师您懂我呀。他是时时处处都这么抠吗？对他自己有没有大方的时候？对他自己很大方。他之前就是看上一款那个2000多的键盘，眼都没眨一下他就买了。还有那个他不是打游戏嘛，然后那个皮肤可能也要几百块钱吧，他直接就买了。那他有送过你2000块的礼物吗？怎么可能啊？他100块钱的礼物他都没送给我呀。这个男生对朋友怎么样？对他朋友也很大方呀。他有个发小，但是那个发小是个女生哈。那个发小他从他老家来北京找他玩然后但是他没跟我说啊，他给人家发小安排可好了，就跟那个人。我告诉你，我还能去吗？你这脾气。就他跟他发小已经出去玩了以后，他才跟我说啊，他要带他发小去爬长城，去故宫，然后去吃烤鸭。谁出钱？他出钱。他对男同学大方吗？都大方，就只对我抠而已。我并不是针对他，我对所有人其实都这样子的。你不是请女闺蜜什么女发小吃饭吃烤鸭吗？我们1年2年见不了一次面，然后从小的关系就是青梅竹马。我爸妈把我俩放在一块养。我那天看他手机，我看到那个他给那个他的发小发，我想你了，什么你再来北京一定要记得找我呀。当时我就特别崩溃，我还很委屈。我们是亲兄妹的关系。亲兄妹是有血缘关系的，认为是在这里。就我们之间就是从小在一块嘛，然后家里也是世交，觉得发一句我想你，这种没什么呀。你要你女朋友给她的发小，男闺蜜发个我想你了，你来。我都请你，我都陪你，特别熟的话没关系，你也不在乎哈，能接受啊。我想让他换位思考，看来他也不会共情，行吧？老师，我就觉得他就是和他谈恋爱，就是太没有情调了，而且特别无聊。他从来没有说过我想你，甚至没有说过一句话我爱你。而出去玩的时候，都是他低头默默的玩手机。我和他分享我感兴趣的事情，他都对我爱答不理的，都当没听见，都回一些知道了这种事情。不是，我当时我不是跟他吃饭，我不是不想理他，就他跟我说的话题总是他怎么省钱，怎么签到，然后跟他那个发小，就那个女生以前的一些经历啥的，我不愿意听这些东西啊。你朋友认识你男朋友吗？当然认识了。他们什么评价？不是我在我朋友面前，评价很好那一次。不是我在我朋友面前就给他立的人设是他是一个很大方的人，就是我跟我朋友说啊，就是我俩出去吃饭都是他花钱。那天我已经提前跟他说过了，就是第2天要让他请我朋友吃饭。然后到了现场以后，是我和我朋友先到的嘛，他后来也到的。然后他提着几杯奶茶过去了。我当时就挺开心的，我说，这人铁树开花还是咋的？怎么知道带这个奶茶来了？当时要快结账了哈，我就给他发微信，我给他使眼色，然后我还掐他来着。但他当没看见，他就不去结账，他还逃到厕所里去了，就半个小时一直没出来。就后来我实在是肚子疼，不是他就是逃单，然后我当时实在等不了了，我自己把账结了。当然我跟我朋友说的是他把钱转给我了，我结的。我们准备走了，这会儿他倒是出来了，见我朋友第一面说的是什么？你们把今天那个奶茶钱 A 一下转我们女朋友。就当时我听到他这句话，我就感觉特别崩溃。
就老师当时他是回去还大哭了一顿啊，我哄了他好久。我觉得这种事根本就不至于，反而是他太爱面子了。你跟他的朋友吃饭喝奶茶，你让他的朋友们 AA， 那你那发小闺蜜你怎么不跟他 AA 烤鸭呀？哎呀，这不是我以前欠人家人情嘛，人家以前对我挺好的。女发小对你好，他对你不好。他对我也很好，所以为什么他 AA 他不 AA 呢？所以我们想着就 AA 一起攒钱一起结婚嘛。哦，这种的事情。严格要求我们双方自己。我挺想问问的，他把奶茶的这个单逃了，然后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去哄你，他怎么哄的你啊？他只是甜言蜜语，他没有给我付出任何一点就是实际行动啊之类的。那你们节日啊、纪念日啊这些，他会不会有所表示？没有，没有。我对你很好的，那时候还送过你花呢。那时候就说这话，我特别生气。就是几天之前我就跟他说了，我七夕我也不需要礼物，我就想要一束花。就他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是答应了，他说好的，他考虑一下。然后第二天我们到了那个我们约会那个公园以后，我还没穿了一个小裙，我打扮了一番呢。到那以后他就两手空空，他别说礼物了，就我强烈要求那束花他也没有给我。当时我们是在公园里嘛，就是那公园在那走路一边聊天，我当时埋怨他的嘛。然后他看到那个垃圾桶旁边他有一束花，他竟然把那个垃圾桶旁边那花他捡起来送给我了。你不是想要吗？我给你了，完成你的愿望了。我要的，我肯定是不想要别人扔掉的花呀。然后他当时还让我，还给我傻愣，他跟我说啊，你看我又省钱，你还能拍照发朋友圈。我当时真的就挺崩溃的，我都没想到他是这样一个人。没想过不送他花，我是考虑了很久，我说考虑一下。然后我在网上我看了好多花店的花，我都不满意，我都看不上。正好那天约会的时候，我在那个垃圾桶旁边，哎，那朵花我喜欢，就觉得就喜欢，就给他了。我觉得他特爱享受，就我们现在本来没什么钱嘛，他经常去看喜欢一个女团，经常看人家演出，参加人家握手会，几百块钱，然后和人家握2秒的手。你把这个钱给我不好吗？我和你握手，我和你握个1支够。我那个握手会很便宜的，可能我1个月最多就去1次，也就100多块钱。他可以花几百块钱买皮肤，我不可以花100块钱去握手会，而且那个钱也是我自己的，我没花他的钱。然后就因为这他埋怨我呢还。哎，你老说攒钱结婚，你攒了多少钱了？或者攒都有多少钱才能结婚呢？彩礼的话，现在还没问呢，还没这方面打算。你心里觉得攒多少钱就可以结婚吗？超过10万再说吧。你现在攒了多少钱了？现在还没怎么算过，一直在攒。然后有个小金库，放进去就没看，放进去就没看。有1万吗？你给人点面子，差不多。那以后彩礼要不要 AA 呢？彩礼的话看他们要求吧。我觉得就是现在新时代的人都应该就互相结婚，互相出力嘛。啊，对。哦，他也应该一起攒哈。所以他不符合你的，共同撑起一个家。就关键你这攒了，他还愿意嫁你吗？这就是个大问号啊！他很爱我的，我相信他会嫁给我。哎呦，你真的很爱吗？没舍得跟他分手，因为他不是我的初恋嘛，然后也是我俩对。你就是很爱他，他说的没错，就他提供那些甜言蜜语啊，我爱你，我想你，宝宝都能把你哄回来。你就爱这些，但是就他这所作所为，我就有点接受不了了。你觉得他爱你吗？我感觉他也挺喜欢我的。我太爱你了，要不然我能这么坚持你先别说，他从哪儿体现出来爱你了？他每天会跟我分享他生活呀，然后晚上发个晚安呀，然后可能带我出去玩呀。虽然是我俩，就这些对你来说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是吧？对啊。你没有伙伴吗？有啊，但是不在一块儿，就是我们俩没法一块儿出去玩。哎，那姑娘，你觉得他给你提供的，在他那儿是有价值的吗？是他很珍贵的东西吗？不是，我现在一想，我感觉随便发信息而已啊。你对他来说，你觉得什么是珍贵的呀？我感觉他的钱最珍贵的。哎，你记住这句话啊！你才是我最珍贵的。我说完了，那男生还有什么补充？有，问完老师，了。我并不是那种反对你花钱的人，我是不违反我的原则的情况下，我是不愿意给你花钱的啊。对，是啊。你们俩觉得他俩这感情，咱先问女孩吧。我觉得吧，这个女生好像有点幼稚，我感觉她好像还是那种小孩耳听爱情的时候呢。那2块钱还分，坐公交还多少钱呢？我感觉吧，她好像还挺单纯的。这位女士，你接受得了这样的男友吗？接受不了，我肯定不能跟他处啊。对，我认为吧，你所认为的原则还和我不一样，你知道吗？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跟我差不多呢。结果
误会了。你这个原则吧，只对女朋友有原则，对其他人没原则。然后就说吧，你俩如果说 AA 的话，你看场电影，你花电影票，他买爆米花，不也是一场 AA 吗？行，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这对小情侣这感情何去何从呢？男生说，这个女生是一个爱享受、贪图享受的女孩。如果说她爱享受、贪图享受，怎么可能还在你身边呢？男生，我问你，你有过几段的恋爱啊？1段的。前面还有1段？对。前面这一段 AA 吗？也是的。是因为 AA 分手的吗？是的。你明白吗？人家受不了啊！你现在就是在欺负他，欺负他初恋，他没有恋爱的经历和经验呗。女生说你抠门，其实测验是不是抠门很简单，就看这个男人是不是双标，他是不是对自己大气，对女友小气。这代表着什么呢？就是情感投入的失衡。女生说你抠门，你说你节俭，节俭与抠门看似很相像，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你不愿意在他身上投入，这就说明你只是嘴上的爱。我并不是说是需要砸锅卖铁，都愿意给你，表明我对你的爱，这也极端。但是确实在很多的女生眼里，为你花合适的钱，她认为是这一种最直接的检验是不是爱的做法。所以我是极反对在恋爱过程当中 AA 的，我们可以量力而行，少花钱。所以女生你要明白，你们这段恋情如果还想走下去，你还要有更多的感悟感受，那就需要从取消 AA 开始。您再去看这个男生对你是不是真心。我并不是说钱财的投入一定代表着爱情的深度，但至少不像你这样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对待这样一个女孩。谢谢老师，说到我心坎了。学到了很多，这一趟没有白来啊！哎呦我的天呀，你可真是好话一套一套，张嘴就来。旁边这位男生，他对自己是既不吝啬也不抠门，他是对你既吝啬又抠门。你和钱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会选择钱，不会选择你。你呢，既不虚荣也不是享受型人，他是利用了你的单纯。如果他真吝啬，如果他真抠门，首先对自己、对朋友，甚至对自己的父母，他都是超出合理化的抠门，他不是这样的。但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他内心没有完全接纳你。你说他不爱你吗？也爱，但是呢，他很冷静，就是他对未来呢不是有100%的信心，将来说不定你们还会去分手，但是他分手的时候他不吃亏，他守住他在钱方面不吃亏，哪怕我失去了情，但我钱是绝对不能吃亏的。所以我的观点是，他不是抠门，不是吝啬，而是他没有完全接纳你，也不是完全爱你，这是我跟你说的。第二个难是，你上台的第一句话就暴露你的核心误区，就是你的认知，还是比较落后的。我不能说错，为什么呢 ？AA 制本身没有任何问题，看放在哪里。普通关系中是可以的，你比如说公司朋友聚餐呀，什么东西这都可以的。但是你们俩之间是情侣之间的亲密关系，亲密关系讲究什么呢？讲究偏爱的属性，也就是你不能把 AA 制绝对化，更不能把 AA 制用在亲密关系中。什么叫偏爱属性？让你的女朋友，让你深爱的女孩要感觉到她和别人不一样，在你心目中不一样，尤其是和你的朋友都不一样。不一样不是比她还低，而是比她位置要高。最后一点，我给你点建议和忠告：小成本高温度，花点小心思，一些小窍门。首先你坚持 AA 制，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你给他买一束花，买个小礼物，花钱也不多，但你跟他的感受不一样呀，你何必搞得那么绝对化？听了您的话，认知又提高了。
谢谢任律。谢谢嘴太甜了，谢谢任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更多了解任占敏律师的话，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他。我们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然后就可以和任占敏律师取得联系了。如果你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向他咨询。他在这段关系中特别享受，真的，他都不用花钱把一个漂亮小姑娘，哎呦，这个围着他滴溜溜转，哇，太享受了。知道你靠他哄2句就跟他好，不用花钱，我就看着特别明白，就是欺负你，根本不是 AA 制的问题啊 ，AA 制不背锅，人家好多人 AA 制，不管是朋友，甚至国外很多夫妻都 AA 制，但是人家过得也很好，为什么呢？因为钱不是最重要的在关系当中，但是如果爱，你要拿出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给对方，这才叫爱。所以我刚才反复问了你好几次，我说你认为这个男生在他心目中什么最珍贵呀？你说钱，是吧？如果钱最珍贵，他这么抠门一个人，他愿意拿出钱来给你，愿意在七夕节花那么贵的时候，就因为我女朋友一句话说她喜欢，我攒，我抠，我是吧？我天天吃泡面，我攒1个月，我给我女朋友买一束特别漂亮的玫瑰花，这叫爱。他最不珍贵的就是我想你，你说的太好了，哎呦任律，你说到我心里了，于老师我受益匪浅，哎呀老师你们太一点都不值钱，张口就来。所以情绪价值固然有价值，但如果情绪价值是一个人能提供的最珍贵的东西，那它就是有价值；如果是最不珍贵的东西，那就是毫不值钱。男生我想说的是啊，就我们极致的节约，或者所谓的想攒钱，或者觉得我的消费观念啊，就是我要吃的简单一些，为未来去未雨绸缪。我觉得这些其实节约啊、勤俭啊是美德，用对的地方是美德，用错的地方是缺德。我觉得你对这姑娘真的不好。如果你真的觉得她身上有很多可爱的地方，你只是因为自己也年轻，又一门心思钻到这个钱眼里，想多攒点啊，你要真的对她有留恋，请你拿出你珍贵的东西。我就这一句话，你要不拿出你珍贵的东西，我就在这儿给你盖棺定论，你不爱他，你不爱他，你就赶紧不要耽误他，否则你就缺德，是不是？所以修心修性，那才能有好的爱情，才能有更多的财富，否则啊，钱也不会来找你的，女朋友也不要你了。姑娘，我觉得既然你们的感情当中充满了算账，1块多的这个公交费都要去算一算的话，那咱们俩也来算一笔账。他并没有抠下来像你所想象那样勤俭的去过日子，1分1毛的再去攒那份娶你的彩礼，不是不伤心，是真的没伤透。现在你会对他用代金券这个事情让你觉得委屈了，从垃圾桶那儿捡朵花让你觉得委屈了。说句实话，从垃圾桶旁边捡那朵花让我觉得我在这里都特别堵心。不是说从网上看的花你看不上，花店那么多，你为什么从垃圾桶旁边挑的那朵花就恰巧是你梦寐以求向往当中的小王子的那朵玫瑰花呢？我跟你讲，所有的女孩子听到这个都会觉得承受到了莫大的委屈，只有她心软。都不说她善良，她就是心软，因为她的职业就是和宠物打交道的。她要是没有一点爱心的话，她都不会做这样一个充满爱心的职业。如果你是我女儿，我会告诉你头也不回的走。小伙子，你没有觉得你找到了一个特别清澈的女孩子吗？你真的别点头，我受不了这个，我觉得压力特别大，我觉得被你认同太容易了。小伙子，我也要告诉你，AA 制可以保持你的独立，保持你对这段关系的可控，保持你在未来可能产生风险的情况之下最大程度的规避损失。但是这个样子你得不到一份全心全意会为你投入并且付出的爱情。你要的幸福和你今天算计的那些账单从来都是成正比的。你要的1块8毛5，你的账单的情感账户里也只存进了1块8毛5。我不是说没了钱这段感情谈不下去，我只是说像严老师刚刚讲的，如果你这么在意，你为什么不能尽力去爱他？姑娘要的不是你跟她算计的这个钱到底公平不公平，你为什么什么都跟我要钱，你为什么还要逃单？姑娘其实只想要的是你有没有尽自己的所能去珍惜它。这个是没有办法用价格标量的，它标不上价。
他20多岁的年纪和你在一起，这个东西你要标多少钱？怎么 AA？ 我认为你们之间关系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跟 AA 没关系，只是你的男朋友拿 AA 来说事儿。AA 制的好处是什么？能够在亲密关系当中经济独立呀，共同担责任呀，对吧？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双方都愿意，并且还有一定的灵活性。我们从你们的之间这个所谓的 AA 能看到什么？就是拿 AA 制来定义，或者换句话说，拿金钱来定义你们的感情规则的标准。他不重视你的感受。比如说，即使你们 AA 制了，朋友那会儿请客，咱是不是得给人家面子？他如果生病了，特殊的这个仪式，情人节或者你们的这个周年什么，还没到周年啊，是不是应该买花？但你不，很冰冷的说你应该这样，但实际上呢，愿意比应该更值钱。要想 AA 制是可以的，但 AA 制是需要更智慧的沟通，多说我愿意付出，而不说你应该做什么。所以你们之间没有那些愿意，只有冷冰冰的定义。金钱是要为感情服务的，它是一个工具，而不能凌驾于感情之上。所以你们以金钱为一个第一标准，那谈什么感情？没有，全都是交换。所以我知道女生很珍惜这一段感情，但男生没有重视你的感受，你的感受是非常不好，甚至于他的不重视都摆在明面上，垃圾桶边上的那个玫瑰花，他都不加掩饰，直接拿过来送给你，这是什么？轻视、冷漠。我觉得你应该转身就走的，这不是 AA 制了，这俨然就根本就没有爱，拿 AA 制来包装他的自私，他的冷漠，没有感情。所以这是你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那我们下一次就一定不会再重蹈覆辙了。不是规则出错了，是这个人错了，好吗，姑娘？赶紧抽身而退吧。那请我们两组嘉宾啊，带着老师的分析和建议啊，你们回到门后做一个思考，看看最后你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请回。电视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优酷视频和腾讯视频来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情侣，他们还会不会出来啊？估计够呛了吧也啊？我认为这一对可能出来的可能性有。来看看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我也觉得有，这个能出来。请开门。哎呀，没了。对，我觉得他们也出不来。现实打了我们的脸。对。没了。好好想想吧。关键是可能这个女士想明白了，这个就是上头的那个劲儿过去了，冷静分析也没那么合适。对，他有些可能还不便跟我们说，其实专不专情肯定有实据。分手可能对他们是更好的选择。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和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那记得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那小心上当受骗。那我们来看看第二对情侣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请开门。这可能不出来了吧？我想这个女生应该有感悟。哎呀，保不齐哎。真的有了？也没出来。没有了，挺好。结果都很好。哎呀，可能都能冷静吧。两组情侣都发现，在这个关系当中，彼此可能都不是真正的爱的那个对象哈。希望他们分手快乐，各自遇到更好的自己。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我老公酒后会对我家庭暴力，我如果还手对他造成伤害的话，我会负法律责任吗？家庭暴力具有长期性、隐蔽性和力量悬殊的特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在遭受家庭暴力时，采取必要的防卫行为，会可能构成正当防卫。但如果该行为超过了必要限度，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此呢，建议这位女士通过及时报警、保留好证据、申请保护令等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法律风险，及时有效地制止暴力行为。也感谢老师们的分享和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爱情保卫战再见。